想要把影片剪得更吸引人，是当初为什么会离职。今天是5月15号的4点半，等一下我要跟这边的一个饭店的一个员工，他是日本人，他在这边工作，我在这边待了1个月的时间。他可能每天看到我，然后都有稍微跟我小聊一下。他邀请我，就是等一下到一间印尼的道地的餐厅吃饭。嗨，早安各位！今天是5月16号的早上10点半。我原本是想要在房间剪片，但是因为房务人员他们等一下会来整理房间，所以我今天打算去他们饭店的会议室剪片。等一下带这个包去会议室，里面装满满的，就是我的 DJI 的手提包，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我的充电线、手机、手账本、iPad， 还有一些充电线的东西，真的是装好装满欸。通常看到会议室都是密闭空间，可是他们是2面都是落地窗而且这个时间没有人会来会议室开会，因为大家都在外面上班。OK， 那我等一下就会选这个座位开始剪片。现在剪片剪到一半，大概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我就是一直不断的挑照片，还有小短片。我真的是完美狂人魔人我的妈呀！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构思，就是会想要把影片剪得更吸引人，更让人有想看下去的，就是欲望。Am I in the camera? Yeah, your back of your head is in the camera. These are unit serial numbers. So for instance, this is not electric. So this, no, but that's the damage. I tell you which cable I'm looking at. So this is the network cable. So this is this, which should be SF167. That's the label it should be, but that's what the label actually is in here. 现在是4点35分，剪得超有成就感的，超喜欢。Your parents came in the cul-de-sac, leaned back in a leather clad seat, pack of spirits in your potted bag. Suburban summer 17 was a roller coaster ride, a manic pixie dream girl right beside me, and she said she liked me, but I bet it was a right thing running about the wrong time. She'd still be sitting by my side. I'll never know, I'll never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什么会离职？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认识了我的未婚夫，未婚夫是做外派的工作，他经常出差，而且都是在亚太区。我原本的工作呢是在办公室做业务的工作，工作的时间很规律，就是朝9晚5，而且不太会加班。基本上我在那边1年多的时间，大概加班1次吧，而且加班也就是1个小时。所以当时要离开这份工作，提离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嘛，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我没有不喜欢，那纯粹就是因为我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要进入婚姻。我还记得我离职的那天是4月10号，那天我就是做到中午。我故意选在中午的时间，是因为中午时间大家都去交谊厅吃饭，那天我就没有去交谊厅，所以我就是想要默默的离开，不想要受太多的关注，因为我真的很怕尴尬。知道我那一天是我最后一天，只有我的大主管和小主管。小主管那一天竟然用电脑打字，然后做成一张超级长的卡片。我记得他就抱了我，然后把他写给我的卡片跟一份礼物东西给了我，我就默默的走路到停车场，上了车。卡片一打开来，真的吓死我这1年多来的心里话嘛都告诉我了。那天看完我就哭爆，让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主管。我觉得应该就是自我探索，找回自己。一天的时间你会突然空了。我有定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先喝1杯水，然后就做大概半小时的瑜伽，而且我是固定做同一个瑜伽，我就每天开 YouTube 做一样瑜伽，维持1个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因为呢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我才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可能是在自我探索的部分，你会更想要去看一些有关于身心灵之类的，不管是故事也好，或者是一些人生启发的东西。我指的不是超级人生鸡汤而是一些用故事性去分享，然后可以获得心灵成长的一些书。反正就是无聊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会拿起这本书。又或者是我睡前睡不着的时候，我也都会固定放在床头边，看一看，看个5页10页也好，看累了就睡觉。我就是看可以让自己平静的一些身心灵成长的书。竟然是爬山。我们在台湾啊，只要是以前跟父母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爬山，一定都是有那种人造的步道。那时候我第一次就跟着我的未婚夫到澳洲，那时候在墨尔本。我们那时候是去一个岛，那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我天哪，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步道的，然后就是一片，旁边都是树木啊，然后中间就都是沙子，真的是沙子，而且是那种很松散的沙。我明明穿的是登山鞋，结果我里面都进沙，就是一边走一边把那个鞋子的沙子倒掉，有多荒唐哦！那时候第一次想说，天哪，这个真的就是爬山吗？我真的很想回家，我就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动物，真的就是野生的袋鼠，而且是小 baby， 就在我面前这样跳过去。我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哇，这就是自然的奥妙。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期待下一次我们又可以去其他地方玩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步行啊、健行啊等等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一个
有点像自然探索嘛。对，我们以前国小不是念那个自然探索，我真的觉得有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来讲很棒。我觉得我很幸运吧，就是跟着我的未婚夫一起工作。其实我没事做的时候，我就会打开 YouTube， 然后去看大大小小的生活 vlog，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疗愈的时间。这外派的一年呢，我们其实去了墨尔本、釜山，然后还有现在的印尼。对我来讲是一个旅游的经验分享啊，这种机会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记录生活，不单纯只是旅游，而是在一个国家生活了2个月到6个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在这一年自我探索，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记录一下自己。And goes in the blink of an eye. Soon as I swear you've been